据印度媒体最新报道，日前，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表示，在与邻国对峙期间，印度政府将充分确保其在资源方面面临的挑战不至于影响到本国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但仍需要有效利用预算。不过，随后有消息透露，在辛格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印度军队正在遭受着国防预算吃紧的压力，许多大型现代化的项目进程因为缺乏资金而被放缓。印度消息人士担忧称，资金短缺的问题的确值得印度担忧。由于预算受限，该国许多现代化项目的进度已经放缓。对于这一资金短缺的问题，印度国内也采取过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削减武器采购支出，调整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对于解决印度资金短缺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印度本财年国防预算仅增加1.82%。可以说，别看印度在边境叫得欢，其实其国内早已出现了大问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前，一些印度大型国防项目就已经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现在印度国内的局势十分不容乐观。而就是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印度又遭受致命一击。据新德里发布消息称，美国向合作伙伴以及盟友发布了明确警告，称从俄罗斯购买大型装备将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受到制裁。显而易见，在美国公布这一消息之后，印度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印度国内的军工制造水平是出了名的水平低下。举个例子来说，印度军队中目前所使用的36型手榴弹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而时至今日，印度的36型手榴弹还没有淘汰。也正因为这样，导致了印度武器大量依赖进口。其中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印度进口武器中有近70%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因此，美国此举对于印度的打击是致命的。尽管事后美国对此澄清称，制裁不是针对印度，而是针对俄罗斯。这一举措向全球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也即美国旨在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惩罚其恶意的网络活动，在乌克兰进行的不可接受行为，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其他恶意活动。就是这样的解释，对于现在的印度而言，无疑是苍白的。可以说，在印度边境告急之际，印度人口中的盟友却在其困难的时候带来了致命一击。不知印度人现在作何感想？从叙利亚内战到俄乌边境的争端，再到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冲突等，似乎一直以来美国都对俄罗斯步步紧逼。更为严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频繁向俄罗斯发难，不断地挤压着俄罗斯的生存发展空间。可以说，目前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并不理想。据央视军事最新报道称，美国军控问题特别代表马歇尔·比林斯利近日在视察阿拉斯加反导设施时表示，美国考虑在阿拉斯加部署中程导弹。这看似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消息，里面却包含了重大的信息。据相关军事专家分析，美国如果将中程导弹部署在阿拉斯加最西端，那么导弹发射不到10分钟，将飞抵俄罗斯设在勘察加半岛上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不久前，俄罗斯军方战略核潜艇爆出一大动作。据消息显示，俄罗斯潜艇罕见4连射，这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挑衅行为做出的强有力的回应。在俄罗斯这样的动作之后，美国自然也是不甘示弱，计划在阿拉斯加部署中程导弹，就是美国与俄罗斯针锋相对最好的证明。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做法，美国国内媒体进行了批驳。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呼吁美国领导层改变对俄外交政策，因为若继续奉行现有方针，可能会招致可悲的后果。对于这一后果，国家利益也进行了相关的阐述。一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在双方面对面相遇的地区，如叙利亚，可能会发生直接冲突。二是认为恶化是俄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方向的俄罗斯人也会增加。当然，以上2点都不是美媒重点关注的。
第3点才是美媒最害怕的后果。报道指出，美国若继续执行对俄强硬的政策，将使得俄罗斯寻求与中国结盟。这一点也成为一些美国人的共识。96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在自己新书中断言，中俄结盟对美国极为不利，甚至将会是整个西方最大的灾难。与此同时，美媒还批评美国在依靠靠不住的盟友，如北约，对抗不必要的敌人，也即俄罗斯和中国。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美国这样的政策，使得中俄之间的合作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俄关系都会是两国致力维护的，美国最终将会自食恶果。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当今世界上最为迫切的是研制出有效的疫苗来控制这场人类共同的疫情危机。其中，中国研制疫苗的进程最为紧迫。据钟南山院士介绍称，疫苗研发的紧迫感不仅来自国内，也要看到国际。现在，国际非常需要中国的疫苗，全世界都在等中国的疫苗。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最新报道称，土耳其卫生部长科卡表示，土耳其将在几天内接收第一批中国科兴疫苗，因为土耳其的初步测试显示，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为91.25%。科卡说，我们现在确定疫苗对土耳其人是有效和安全的。安卡拉将利用这些数据为疫苗发放许可证，预计第一批共有300万剂科兴疫苗发往土耳其，后续土耳其还将购买5000万剂科兴疫苗。除了土耳其外，中国疫苗研制的紧迫感还来自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初，中国疫苗已经拿下了16个国家及地区近5亿剂的疫苗订单。此外，还有消息透露称，中国疫苗的潜在出口国已经超过了40个。不过，与这些国家抢购或接种中国疫苗的热烈场面相比，欧美国家疫苗的接种情况就显得十分惨淡。据多维新闻报道称，美国政府计划在12月底完成2000万剂新冠肺炎的接种工作，但是有消息透露，大量疫苗在医院和其他地方被闲置。而至于为何闲置的原因，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只提供了疫苗，但是未提供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还有一种猜测被认为是对于疫苗的安全性存在疑虑。在看到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报告出来之后，美国难道犹豫了，后悔没学土耳其买中国疫苗？也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据消息称，美国自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就已经出现了多起医护工作者严重过敏的案例。相比之下，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就显得高得多。土耳其研究人员表示，对7371名志愿者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仅有1人出现过敏反应，其他并未出现重大副作用。而除了安全性外，美国还面临着巨大的疫苗缺口。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数确诊第1的国家，目前各州获得的疫苗数量与此前联邦政府承诺的数字之间存在落差，预计这一缺口达到了300万剂。总的来说，疫苗接种上，中国疫苗似乎进展更顺利一些。中国在这场全球危机中真正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该有的作用，为祖国点赞。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近日一份新的3军战略文件由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发布。文件中重点提出来美军现在以及未来对海上力量的投射的重视，尤其是对接近美国的中国和俄罗斯等军事对手。同时，这份文件中还强调指出，中国海军的驱逐舰舰队或将在不久的将来会比其美国同行拥有更强大的火力，成为美国海军唯一的同级挑战者。这促使了美国未来会更加关注海上战争的不对称手段。众所周知的是，其实在2战之前，美国都不是欧洲国家的轴心国。在1战时期，英国才是世界上公认的世界第1强国，但是在1战中损失惨重，导致英国国力直接呈断崖式下落，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伊丽莎白女王号好不容易参加个军演，结果连舰载机都得管美国人借。而直到2战结束，美国才开始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了前期积攒的家底，美国海军现在才能以350万吨的舰艇总吨位排到世界第1。
虽然我国近几年海军发展得很是迅速，即使是到2020年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海军依旧是下水了1艘07527登陆舰、1艘071综合登陆舰、9艘驱逐舰以及12艘056护卫舰。这一点确实值得国人们骄傲，毕竟这些饺子的吨位抵得上一整个澳大利亚海军。目前，澳大利亚海军拥有8艘巡航舰、2艘两栖攻击舰和3艘驱逐舰，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想不通，澳大利哪来的自信向我国叫嚣？但实话实说，面对美国海军，我们还是有差距的，这也由不得让人深究。美国人说的中国海军是未来美海军唯一的同级挑战者这番话，到底有何目的？这是没把俄罗斯放在眼里吗？究竟俄海军的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呢？分析认为，美3大军种所发布的这份报告无非2个目的：第一，向国会要钱；第二，中国的发展速度确实让他们感受到威胁，而俄罗斯海军确实是日薄西山了。不仅是海军而已，俄罗斯众多的军事工业其实已被废弃，大批的人才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今的俄罗斯海军技术只能建造7000吨以下的舰船，超过这吨位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这个压力俄罗斯无力承受。就像是库兹尼佐夫号失灵后，维修到现在都还未投入使用，其中部分原因就是缺乏技术，再者的主要原因就是没钱。